最近很多人都在问美国经济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一边呢是它的美债越来越高，赤字越来越大，油价也在波动，甚至很多白领的工作都开始受到 AI 的冲击了。但是另外一边呢，美国经济表面上又没有真的垮掉，美股也没有彻底崩盘，美元体系还在运转。于是呢，大家就想知道美国经济为什么还没有塌呢？它现在到底在靠什么支撑呢？以及它的这些支撑现在有没有开始松动呢？因为一个系统最危险的时候啊，往往不是它已经倒了，而是它表面还站着，但是内部已经开始出现了裂缝。美国之所以到今天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大事儿，不是因为它没有问题，而是因为它有3层的支撑还在托举着它。第一层支撑呢，是美国的财政还在硬撑需求。美国现在最大的矛盾之一啊，就是它花钱太多了，赤字太大，债务太高。可是反过来看呢，也正因为它还能够持续的赤字、持续的借钱、持续的把财政支出打出去，所以它就还能把整个需求层面拖住。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啊，一个人的收入已经不够了，但是他还有信用卡可以刷，只要他的信用卡没有被停掉，他的生活表面上就还能够维持。所以美国今天呢不是没有问题，而是他在用更大的透支换取表面上的稳定。第二层支撑呢，就是美元体系了。美国和普通的国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它背后有美元，有全球最深的国债市场，也有全球资金还在配置它的资产。很多如果发生在其他的国家身上的事儿啊，可能早就已经爆掉了，但是放在美国身上，往往它的问题可以被拖后、被稀释、被转移。所以，美国经济的韧性并不完全来自于它内部有多健康，而是它在全球金融体系里的特殊位置。那第三层支撑呢，就是市场相信，一旦事情真的变大，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最终一定会出手相救。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啊，市场不是相信美国没有问题，而是相信它出了问题，总会有人最终来托底。无论是降息也好，放水也好，财政扩张也好，市场对这种托底的预期本身就是一种支撑。所以，美国今天为什么还没有塌呀？不是因为它完全没有病，而是因为它的止痛药、输血管和信用系统都还在工作。问题就在于，一个系统呢可以带病运行很久，但它最怕的不是表面上的坏消息，而是支撑它运转的几个关键部位开始变得脆弱。第一个开始变得脆弱的地方呢，就是表外融资和私募信贷系统。过去大家一提融资啊，首先想到的就是银行。可是美国这些年呢，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钱不是通过传统的银行借出去的，而是通过私募信贷、影子银行各种表外结构在流动。很多中小企业、房地产开发商、基础设施项目靠的不是大家熟悉的商业银行的贷款，而是那些收益看上去很高，但是透明度也没那么高，流动性也没那么强的私募资金体系。顺风的时候啊，这种东西看起来非常的漂亮，收益高，故事也好讲，很多养老金、保险资金、长期资金也愿意往里面去配。可是问题就在于，一旦市场开始紧张，投资人想赎回，资产又卖不动，流动性的问题就会一下子暴露出来。这些私募信贷平时看着很赚钱，但是真的到了需要退出来的时候，未必能退得出来。所以一旦风险偏好下降，那么他们就会从高收益的资产瞬间变成流动性的黑洞。第二个开始变得脆弱的地方呢，就是油价和通胀之间的关系了。很多人会把油价当成一个孤立的变量，觉得无非就是加油贵一点。但是其实油价的背后啊，牵连着运输、制造、化工、农业、物流、食品，几乎所有现实经济的活动都和油价直接或者间接相关。油价一旦持续往上走，它影响到的绝对不只是能源公司，而是整个成本体系。问题来了，如果经济变得脆弱了，那美联储理论上呢应该降息去救经济。可是如果油价又把通胀重新顶上去了，它就不敢轻易的降息。所以美国现在最尴尬的地方就在于啊，如果增长走弱，它需要量化宽松，但是如果通胀又回来了，它又不敢太宽松，这就是它的政策两难。真正危险的局面呢，不是它的单纯的高通胀，也不是单纯的高失业，而是通胀这边没有压下去，增长又开始变得脆弱。那么那个阶段呢，美联储就会发现自己将会用的每一个工具都会有很大的副作用。第三个开始变得脆弱的地方啊，就是 AI 对美国中产白领资产负债表的冲击。过去呢，大家一提技术替代，想到的通常都是工厂的工人、流水线的岗位、蓝领的职业。但是这一轮 AI 不一样，它最先触碰到的反而是办公室里的白领的饭碗。行政、客服、内容、初级研究、金融支持、技术分析，这些岗位都在一点点的被 AI 重新的定价。
这件事儿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美国真正支撑它消费、房贷、股票投资、税收贡献的，不是那些普通的蓝领劳动者，而是大批的中产白领。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的收入预期开始下降，受影响的不是某一个行业，而是整个中产阶层的资产负债表。一个中产家庭只要对未来的收入开始没有安全感，他们就会立刻变得消费保守，买房会犹豫，投资会谨慎，甚至连换车、旅游、教育支出都会开始缩手缩脚。大家不要小看这种情绪上的变化呀，因为宏观经济很多时候最怕的不是那些已经失业的人，而是那些还没有失业但是已经开始恐惧未来的人。所以 AI 这件事儿的冲击，现在真正值得被我们关注的，不是它有没有能力替代所有人，而是它会不会先让中产的收入预期和安全变差。一旦这个层面开始松动了，后面的连锁反应会非常大。所以，美国现在最值得警惕的地方，不是它某一个单点开始爆炸，而是所有的因素开始相互传导。比如说，油价往上走，通胀压力会上来，通胀压力一上来，美联储降息的空间就会被压缩。降息的空间一旦被压缩，融资环境就会更加紧张。融资环境一紧张，那些依赖表外融资、依赖私募信贷、依赖高收益资金滚动续命的主体就会变得更加难受。而企业一旦更加难受，就会开始缩减招聘、缩减开支、裁员。而市场上就业一旦变得脆弱了，消费就会承压，税收也会承压。税收承压，那财政赤字的问题就会进一步被放大。所以说，美国经济没有崩塌，不代表它很健康，它还能够支撑，但不等于它的风险没有在累积。很多时候，一个大国最危险的状态呀，不是外界看到它的倒下，而是它还站着，但是很多人误以为它没有问题。那站在普通人的角度，我们最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以下4个变量。第一个，看油价是不是会持续处在高位；第二个，要看它的就业数据是不是持续的走弱，尤其是美国的白领、中产相关的行业的就业情况；第三个，要看它的信用市场有没有从局部的压力逐渐演变成更广泛的流动性的问题；第四个，看美联储会不会被迫在通胀和衰退之间呢做出更痛苦的选择。如果这4件事情开始同时出现，那么就说明风险已经不只是停留在情绪层面，而是开始进入到真实的传导过程当中。当一个大国的支撑系统开始变得脆弱的时候，哪些资产会先承压，哪些资产会更有防御性，那哪些位置我们不应该站得那么满，这才是投资者需要关注的地方。所以美国经济呢，目前还有财政、美元体系和政策托底预期这3层在做支撑。一个系统可以靠支撑撑很久，可是一旦支撑它的几根柱子都开始同时变得脆弱，那么后面的风险就不再只是表面上的平静能够掩盖的了。